嗨，大家好，我是少校。这一讲我们讲解 SketchUp 设置与模板定制。在使用软件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软件有一个操作界面，操作界面有些软件叫工作区，很多软件会自带各种预设的操作界面，比如 Autodesk 公司、Adobe 公司的系列软件，这种预设好的操作界面非常方便，像 Photoshop 中的基本功能、3D 图形与 Web 就非常棒。像这些预设界面在 SketchUp 当中也有类似的，就是我们在打开 SketchUp 的时候，会弹出一个使用 SketchUp 的欢迎界面，在这里边有对应的一些模板。这个模板我们可以理解成预设的操作界面，但这个模板我们在选择打开以后，它并没有这么强大，建议大家对这个界面进行优化和设置。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说到的 SketchUp 定制。定制其实就是按照个人要求、喜好对 SketchUp 的一种自定义行为。在 SketchUp 的操作过程当中，定制 SketchUp 是非常有必要的，它能有效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SketchUp 的预设界面其实也是非常棒，对于初学者来说，我们可以不用做任何的操作，直接使用即可。但个人经过多年 SketchUp 的操作，发现以下几个地方进行界面的优化和设置，有利于我们的学习与今后工作效率的提高。首先，第一个可以优化和设置的就是面板区。那我们首次打开 SketchUp 可以看到面板它是展开的，我们在面板的右上角可以看到这里会有一个图钉，在图钉的旁边可以看到有一个关闭。那我们将鼠标光标放在图钉上面单击，这样子它就取消了固定。那么同时看到面板自动进行一个关闭。我们将鼠标光标放过来，它会自动展开；将鼠标光标移出去，它会自动隐藏。好，我们将鼠标光标放到默认面板这里，自动展开以后，再单击图钉。单击图钉以后，它就进行了面板的固定。那我们移出鼠标，它也会固定在这个区域。那这时我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固定面板或者隐藏面板。那么我们固定面板以后，可以将面板进行一个拖动，将鼠标光标放到面板区顶部蓝色位置，按住鼠标左键不放，去拖动我们的鼠标。那我们可以将面板呢拖出来，拖动到任意的位置，松开鼠标，那我们就可以对面板位置进行一个调整。我们将鼠标光标放到面板的顶部，去拖动它的时候，可以放到任意位置。当我们拖动到上下左右4个区域，这里边会有一个符号，同时可以看到出现蓝色区域。那我们松开鼠标，它会自动吸附到我们需要的位置，比如说下边，比如说可以让它固定到左边。那么一般我们可以让它固定在右边，保持一个默认就可以了。那当然，我们如果将它拖出来以后，想快速进行一个边栏的自动吸附的话，我们可以鼠标光标放到蓝色区域，双击，那么它会自动吸附到右边区域，这样呢就在右边区域呢进行了一个固定。那这里要注意的就是可以看到面板右上角的图钉和关闭它是挨得非常近的，我们一不小心如果单击到了关闭，那么面板就没有了。这时我们如何再次调出面板？我们可以在窗口菜单找到默认面板，然后找到后边的显示面板，单击，那我们可以看到呢，面板又显示出来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在面板区里边也会有非常多的子面板。那这些面板，如果我们也是像刚刚一样，一不小心给它进行了一个关闭，我们又如何将这里边的子面板进行一个显示呢？那么同样的方法，我们在窗口菜单，然后找到默认面板，然后在它的2级菜单
勾选我们要弹出的子面板。比如说刚刚图源信息关闭以后，我们只要将图源信息单击勾选上，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图源信息呢它就调出来了，那么它就会排在最下边。如果我们想将它排在最上边，可以将鼠标光标放在图源信息子面板上面，按住鼠标左键不放，给它拖动到最上面，然后拖动到最上面以后松开鼠标，这时候呢就调整了这个子面板的位置。那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的子面板呢，它也是非常多的。我们有时候想快速找到我们需要的这个面板，特别是我们在单击这个三角展开子面板以后，它的这个区域呢会变得非常的多，非常的长。这时候呢就不利于我们快速查找起来会变得非常麻烦。那我们就可以制作子选项卡或者叫子面板区。那如何制作子面板区呢？我们还是单击窗口菜单，在窗口菜单下边可以看到有一个管理面板，单击管理面板。那现在我们看到右边的面板区其实是默认的面板。那我们可以看到默认的面板呢，对这些子面板进行了一个勾选。如果我们继续勾选的话，在这里边会继续增加这个子面板。那我们要制作新建子面板区的话呢，我们就只要单击右边的新建按钮，在弹出的新建面板这里，我们可以命名面板的名称。比如我们可以创建模型管理，然后将图源信息、组件、标记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图层、管理目录这4个勾选上，再单击下边的添加。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创建了模型管理的子面板区，同时可以看到这里出现了模型管理的子面板区。那这里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如果要创建子面板区，一定是要将右边面板呢图钉固定以后，然后再去创建。这样的话，它们会自动整合在一起，会更加的方便我们制作。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再创建几个子面板区。我们继续单击新建，然后我们在这里命名为材质，然后呢将这个材质勾选上，单击添加。因为材质面板其实使用频率呢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要单独做出来。然后我们再单击新建，然后我们再命名一个样式面板，它使用频率也是非常高的。然后我们也单击添加来创建一个样式的子面板区。那我们现在呢就出现了4个。那根据自己的需求，我们还可以继续进行一个创建。那当然，我们创建好的这个子面板区，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边去做一些调整。根据我们的需求啊，我们可以任意的将这些进行一个勾选。勾选完了以后呢，那么这边呢就会自动生成。好，我们可以单击右上角的关闭或者右下角的关闭都可以。那我们可以看到，默认的子面板区呢，可以就出现了一个阴影的子面板和柔化平滑边线的这个子面板。那么像工具向导其实不需要啊，我们也可以在管理面板这里找到默认面板，将工具向导呢不勾选，然后把这个雾化给它勾选上，然后单击关闭。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雾化的子面板呢就出现在这里。我们单击这个三角展开或者是关闭。好，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确定我们的子面板区。根据自己的需要啊，我们可以创建成其他的或者说更多的这个子面板区。那比如说我们要切换到风格样式的子面板，我们就直接单击样式。那这样呢就可以调出样式的这个面板。好，下边呢我们可以鼠标光标放在这里，出现双向箭头以后，按住鼠标左键不放，然后拖动到这个位置，松开鼠标，就可以将这个面板呢拉得更长。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样式的子面板这里会有选择子面板、编辑子面板和混合子面板。我们在编辑子面板这里单击下边的边线设置。那我们可以看到边线设置呢，这下边又有一些选项。可以看到已经勾选了边线、轮廓线和短横。我们可以将短横和轮廓线呢都不勾选，只开启边线，因为这一些会在我们创建模型的时候占用计算机资源。特别是在创建大模型、大场景的时候，很容易体现出来卡顿的情况，所以我们一般只要开启边线就可以了。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优化设置的第一个
面板区。那设置好、优化好以后呢，建议大家将 SketchUp 呢进行一个关闭，然后我们重启 SketchUp， 看一下是否生效。如果重启 SketchUp 以后生效，那它就设置正常了。如果没有生效，那我们可以再重新设置一下。那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重启以后这边是生效了，不需要再次去设置。那接下来我们来进行第2项的优化与设置。第2个要优化和设置的就是工具栏。我们可以看到 SketchUp 默认打开以后，它其实会有一个使用入门的工具栏。这些工具栏呢，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学习。但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可能会将所有的工具栏呢全部关闭，整个操作呢都用快捷键去完成，是一种裸奔式的建模。但对于初学者的话呢，建议大家将大工具集、风格样式工具栏、视图工具栏调出来。那我们又如何去调出工具栏呢？我们可以在视图菜单单击，然后在下边的下拉选项单击工具栏，单击以后呢，会弹出工具栏的面板。那我们在这里边呢，只要将我们要调出来的工具栏呢勾选，比如大工具集，好，拖动右边的滑块滑到下边，将视图工具栏勾选上，再将样式工具栏勾选上，单击右下角的关闭。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调出我们需要的工具栏。这是第一种调出工具栏的方法。第2种调出工具栏的方法就是我们可以将鼠标光标放到任意一个工具栏上面，比如说这个区域或者是这个区域都可以。然后呢，右键单击，它会弹出一个上下文菜单。只要将我们要调出的工具栏呢给它勾选，或者是不勾选，就可以关闭或者是打开。那调出来的工具栏，我们可以将鼠标光标放到工具栏的侧面。左边或者右边，它会出现一个双向箭头。出现双向箭头以后呢，按住鼠标左键不放，拖动我们的鼠标，可以看到就将工具栏呢拖成了一个横向，拖成我们需要的位置以后，松开鼠标即可。我们也可以将横向的工具栏，将鼠标光标放到它的侧面，出现这个双向箭头以后呢，然后按住鼠标左键不放，给它拖成竖向的。那这个呢，根据我们的自己的需求进行一个拖动。那我们也可以将鼠标光标放到工具栏的顶部蓝色位置，然后按住鼠标左键不放，这时候呢出现一个十字的光标。那这时候我们去移动鼠标，移动到我们想要的位置，再松开鼠标，这样呢就可以对工具栏的位置呢进行一个调整。比如说，我们可以将它拖动到顶部松开鼠标，就可以将它放到顶部，或者我们将鼠标光标放到它的这个前面出现十字光标以后，然后按住鼠标左键不放，给它拖出来，拖到侧面，然后它会吸附到侧面。或者我们将鼠标光标放到这个上面，出现十字光标以后，然后按住鼠标左键不放，拖出来，拖动到下边，然后呢，我们可以给它进行一个调整。当然，还有一种办法的话，我们就可以将鼠标光标放到这个工具栏的顶部蓝色区域，双击它会自动进行一个吸附。比如说放到大工具集上面这个顶部双击，它就会自动进行一个吸附。好，那我现在的话呢，将它进行一个这样子的拖动然后调整成这个位置。那这样呢，我们方便后边的讲解。对于初学者来说，我们也可以按照现在这样的位置呢，跟我设置成一模一样。那我们现在呢，将这里摆放了几个工具栏和面板以后呢，整个绘图区呢，它就变小了。那如果我们继续调出一些工具栏的话呢，会占用更多的绘图空间，特别是对于屏幕比较小的笔记本来说，过多的工具栏呢会占用过多的绘图空间。那我们这时候如何解决呢？我们可以在视图菜单下边单击工具栏，然后在选项子面板里边将大图标不勾选。那么这里的图标呢，它就会进行小图标的显示。那我们的绘图区呢会变得更大。那大家在操作的时候呢，就可以在这里呢摆放更多的工具栏包括以后装插件以后呢，就可以摆放更多的插件。好，我这里呢因为讲课的需求，我必须要将大图标给它勾选，这样的话大家在看我单击一些图标的时候才会看得更加的清楚。那优化设置调整好工具栏以后呢，也是建议大家呢将 SketchUp 关闭，然后重新启动 SketchUp。
那么这个目的呢，和前面也是一样，主要是看一下重新启动以后，我们刚刚的设置优化有没有生效。如果没有生效的话呢，我们就要重新进行一个操作。那可以看到呢，现在已经正常生效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第3项的优化与设置。那这个呢又分成2个，一个是模型信息，另外一个呢是系统设置。首先我们先来看模型信息，在窗口菜单下边可以看到有一个子选项叫模型信息。我们单击模型信息就会弹出模型信息的面板。那在这个面板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可以设置版权信息、尺寸、单位、地理设置、动画、分类、统计信息、文本、文件渲染、组件等。那这里边的设置我们基本上都是不需要操作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有很多的设置。比如说我们要设置单位的时候，当我们导入的一些模型或者我们在创建模型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单位不正确，或者说精度不对，那包括它的一个捕捉、长度捕捉、单位捕捉，那这些我们都可以知道是在这里是可以进行设置的。包括动画的设置，我们一般都是保持默认，不用去管它。那这里边我们可能使用频率最高的就是统计信息。统计信息里边有一个清除未使用项，那么这个就是 SketchUp 自带的模型清理工具，它可以将这里边不需要的对象呢进行一个清理。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模型信息。另外一个就是在窗口菜单下边的系统设置。那么我们单击系统设置，同样会弹出系统设置的面板。在系统设置面板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有 OpenGL 常规、辅助功能、工作区、绘图、兼容、快捷、模板文件和应用程序。和前面模型信息一样，我们基本上都是保持它的默认，不用去动它。但有2个地方我们是可以考虑对它进行一个设置。第一个呢就是常规，它这里会有一个自动保存，它是5分钟自动保存一次。这个时间呢建议大家可以设置长一点，初学者保持不变也是可以的。那我们一般呢可以设置成15分钟或者是25分钟，因为5分钟呢过短，它5分钟会保存一次，可能让我们整个建模呢就变得非常不流畅，特别是大模型的时候，它会停下来去保存，这种体验呢会变得非常明显。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设置的过长，比如说60分钟，那过长的话呢，它对于自动保存呢又没有意义。第2个我们可以考虑对它进行一个设置的就是快捷键、快捷方式。我们可以在这里呢设置快捷键。那快捷键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初学者甚至有一定使用 SketchUp 经验的朋友，他喜欢去点工具栏的图标。这个单击图标呢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个人建议呢，尽量将一些常用的工具呢去设置成快捷键，尽量去使用快捷方式，这样呢能够提高我们的操作效率。对于初学者而言，也是建议初学者强迫自己去记住这里边的一些常用快捷键。这样呢，会对后边的学习以及以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在讲如何设置快捷键之前，首先我们对这里边的选项呢做一个简单的解释。首先我们来看 OpenGL。OpenGL 设置呢其实是对显卡性能的一个设置。我们可以在这里边看到有一个多级采样消除锯齿。当我们的模型出现一些锯齿显示不是很清晰，或者说出现这种非常明显的锯齿状的时候，那我们可以考虑将它设置更高一些，它的显示效果呢会得到一个提高。但是设置过高的消除采样锯齿，我们会让计算机占用更多的这个资源，特别是在大模型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卡顿。所以这个选项呢，我们一般也是保持默认，不用去动它。那么下边呢会有一个最大纹理尺寸，这个我们在使用一些纹理贴图的时候，如果尺寸过大，我们可以勾选这个选项，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正常去显示，但我们也是一般不用去动它，保持默认即可。在常规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保存，这里有一个创建备份。那么当我们将模型进行了一个保存，比如说我们存储到桌面，然后命名为2023-01，单击保存。那我们可以在桌面上就生成一个2023-01的文件。那这时
如果我们在文件菜单这里单击了保存，也就是我们正常保存模型以后，后边又保存了一次，那我们再回到桌面上，可以看到它就生成了一个202301的 skb 的文件。那么这个文件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一个备份文件。那当我们勾选了创建备份以后，那我们在创建保存模型呢，它就会自动生成 skb 的这样的一个备份文件。那如果我们不勾选的话呢，它就不会生成这个备份文件。那么这个备份文件我们一般也是保持默认勾选的，因为我们有时候模型出错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备份文件呢给它打开。那么如何去打开这个备份文件呢？双击是没有办法打开的，我们只要将它的这个后缀 skb 改成 skp 就可以了。那么这时候我们如何修改呢？那如果我们没有打开电脑的后缀名显示的话呢，我们单击它的话呢，只能去修改它的名称，并不能改它的后缀。那么我们也可以右键单击这个文件，弹出的上下文菜单有一个属性，弹出的这个属性面板这里，我们可以将它的后缀名 skb 改成 skp。那么这样呢，就可以被 SketchUp 双击进行一个默认打开。那么我们设置好以后呢，要记得单击确定。当然，确定以后呢，可以看到弹出了前面我们的名称是相同的。如果我们再次创建的，再次去保存的话呢，这就重命名了。所以我们要回到桌面啊，重新对它进行一个操作。那我们在这里边呢，将它改成202302，然后将 skb 改成 skp， 然后呢，我们单击确定。在弹出的重命名提示这里，我们单击是。好，那我们回到桌面，可以看到这个文件呢，就可以直接双击或者右键单击，然后单击打开，直接被 SketchUp 打开的一个文件。这样呢，备份文件呢就可以转正。那所以我们在保持这个选项呢，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下边可以看到有一个检查问题，这里有一个发现问题，及时自动修复问题。这个默认是勾选的，它会自动修复。自动修复呢，如果您在使用导入，比如说 CAD 或者 Max 相关的一些文件的时候，它可能会产生一些错误。那自动修复以后呢，可能让你的模型就损坏了，再也打不开了。所以我这里边是将这个选项呢不勾选。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就不会自动进行一个修复。当然，您也可以保持它的默认啊，每个人的习惯呢不一样。那下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启动使用欢迎窗口。那么这个就是每次打开 SketchUp 的，它会弹出欢迎的这个窗口，让我们选择模板。其实每次都是选择固定的模板。我们如果这个选项没有必要的话呢，其实可以不用勾选它，这样我们每次打开 SketchUp 呢，就会直接进入到这个界面。这样的话呢，启动也会更加的快速。那我个人呢，也是将显示欢迎窗口呢不勾选。当然这些问题啊，我们都可以随时随地给它设置回来的。好，下边呢是辅助功能，这个主要是给色盲进行一些使用的，所以我们也是保持默认不用管它。工作区也是设置啊，默认保持不用管它。在绘图选项这里有一个十字准线。那我们现在如果勾选它的话呢，那我们在绘图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一个十字准线。那有些朋友呢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设置。那如果您觉得没有必要的话呢，就保持它的默认不勾选。那么不勾选的话，我们在绘图的时候呢，它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十字准线的这种光标。那下边呢可以看到还有一个兼容性，这个也是保持默认。下边还有一个模板，这个模板呢就可以在这里边查看每次打开 SketchUp 它默认是什么样的模板。如果您想切换呢，也可以在这里边进行一个切换。下边是文件，那么这里呢就是指我们 SketchUp 它默认文件一个存放的路径。比如说 SketchUp 的组件，它默认存放的路径在哪里呢？那我们就可以单击后边的文件夹，然后可以看到这就是它存放的一个路径。那我们直接单击它呢，就可以打开。当然这个路径呢，我们也可以去对它进行一个更改。那我们只要单击这里边呢，去指定我们需要的路径呢，就可以更改。那这里边也是一般保持默认。那下边的应用程序呢，可以将我们的图片，然后指定一个文件呢去打开，比如说用 Photoshop 呢去打开我们的纹理材质贴图。那这里边我们也是保持默认，可以不用管它。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对整个 SketchUp 的系统设置呢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当然，我这里边主要提到的还是我们遇到最多的一些概念，大家问到最多的一些问题，其他没有讲到的，一般都不用去管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快捷方式啊，我们来看一下 SketchUp 的快捷键的设置。那想要提高我们的操作效率，设置快捷键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除了设置快捷键，其实还要配合鼠标和键盘的一些操作，才能更好的提高效率。那快捷键呢，我们尽量设置到左手基准键附近，这样有利于我们的操作。那左手呢就可以按快捷键，右手操作鼠标，双手合璧，效率更高。那哪一些快捷键需要进行设置呢？我个人使用频率最高的是有20个命令。那么我个人将这20个命令呢进行了一个快捷键的设置，您可以参考一下，或者与我设置成一样。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这里我设置了群组、移动、X 光透视、炸开模型、反转平面、三维文字、隐藏、撤销隐藏全部、隐藏物体、隐藏剩余模型、路径跟随、尺寸平行投影、等轴视图、顶视图、前视图、后视图、右视图、左视图和定点粘贴这20个选项。那这一套快捷键呢，也是我个人使用频率最高的，里边有它的合理性，这里简单进行一个解释。第一个就是这一套快捷键并没有对 SketchUp 它默认的快捷键进行修改。SketchUp 默认的原生快捷键我是没有动的。对于初学者来说，也是不建议将 SketchUp 自带的原生快捷键进行打乱，进行重新设置，这样呢会大大增加我们的记忆量，因为学习本身是一件反人类的事情，记忆太多呢非常痛苦，没有必要。第二，我们可以看到这套快捷键它的组合键是用了 Alt+Alt 加相对应的键位，因为 Ctrl 键加相对应的键位呢，被电脑系统大多数占用，比如说 Ctrl+C、Ctrl+X、Ctrl+V 等都是系统自带占用的，我们没办法设置。那 Shift 键、SHIFT 键加相对应的键位，我们是留给以后插件设置快捷键来使用的，所以整个这一套快捷键都是用的 Alt 加相对应的键位。第三是这套快捷键它的这个组合键是结合 Alt 加拼音首字母，比如说我们这里看到的平行投影，那么为什么是 Alt 加 P 呢？因为平它的拼音首字母是 P， 所以我们用的是 Alt 加 P。再比如说隐藏用的快捷键是 Alt 加 Y， 为什么是 Y 呢？因为隐它的拼音首字母是 Y， 所以用的是 Alt 加 Y。那如果拼音首字母被占用，我们就用第二个字的拼音首字母，比如说隐藏剩余模型，那么用到的是 Alt 加 C， 因为隐它的拼音首字母呢被隐藏占用了，所以隐藏剩余模型就是 Alt 加 C， 因为藏的拼音首字母是 C。那么第四个特点呢，就是我们将整个键位呢其实设置到了左手基准键的附近。那我们现在呢调出了电脑的虚拟的键盘，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A、S、D、F 这4个键呢就是我们的左手基准键，我们将左手和右手分别放到我们的基准键位上面，这样的话呢，我们打字呢就可以实现一个盲打。那对于学过打字的朋友来说都不陌生基准键。那我们现在设置的这套快捷键呢，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左手基准键的附近，这样我们在按快捷键呢，它会更加的方便。对于这种把快捷键呢设置到左手基准键的附近呢，我们也可以给一个名词叫左手快捷键。那设置快捷键的时候呢，这里要注意的就是 SketchUp 每一个版本它的翻译不太一样。我当前使用的 SketchUp 版本呢是2022版本，那么您未来使用2023版本、2024版本呢，可能它的翻译呢就会发生改变。比如说定点粘贴，那么在有些版本里边，它可能不叫定点粘贴，它叫原位粘贴。比如说撤销隐藏，那有些版本呢，它可能叫取消隐藏，不叫撤销隐藏。再比如说视图菜单下边的隐藏物体，那有些版本呢，可能叫隐藏的几何图形，
还有像沙盒，有些版本呢叫沙箱，有些版本呢叫沙盒。那这些其实意思都是一样的，功能都是一样的，只是版本不同，翻译不同。这个是 SketchUp 简体中文版的一大特色，大家默默享受即可。那我们又如何去设置快捷键呢？那我们只要在窗口菜单找到系统设置，然后在系统设置找到快捷方式。我们可以在这里边看到整个 SketchUp 的命令选项都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快捷键的设置。我们不建议手动去查找，而是通过过滤器快速去进行检索。比如说移动，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边呢输入移动2个字。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移动它现在已经有了快捷键是 M。那我个人呢 M 是不会删除，我还会给它追加一个 V。那我这里边切换到大写的 V 啊，然后输入一个 V 以后呢，再单击添加。那么这时候呢，我就可以用 M 去激活移动命令，也可以用 V 去激活移动命令。设置好以后呢，我就单击好。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按 V 去激活移动命令，或者按 M 去激活移动命令。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如何去设置快捷键。好，我在这里呢再次输入一个移动2个字，就可以找到移动。那如何去删除设置的快捷键？我们只要选中设置好的这个快捷键，单击这个减号，这个命令呢就被删除了。删除以后呢，单击好，那么就进行了一个删除快捷键的操作。好，那这里边呢，我输入大写的 V， 然后单击添加，然后单击好，就可以将这个移动的快捷命令呢设置好。那我们呢就可以设置自己的一套快捷键命令。快捷键呢其实还是要自己习惯的才是最好的，并不是要按照别人设置成一模一样，只是说初学者呢可以考虑跟我设置成一样。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将这些命令呢全部去设置好。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在 SketchUp 当中，然后呢输入组我们可以检索1个字或者是2个字，然后呢，我们选择找到创建群组，然后输入我们的快捷键。输入完以后呢，我们再去设置下一个，比如平行投影，然后输入平行2个字然后我们再输入一个 Alt 加 P， 然后单击加号。那比如说我们要设置反转平面，我们就输入反转2个字。但是你可以看到，反转平面输入2个字以后，并没有检索到。那这时候怎么办呢？那我们可以先单击好然后我们先在绘图区绘制一个平面，然后我们去选择这个平面，然后再去设置反转平面。输入反转2个字，就可以看到找到反转平面这2个字。我们输入 Alt 加 F， 单击加号。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可以去设置炸开模型。又没有找到，那这个怎么办呢？那这时候呢，我们要选择一个组，也就是将我们创建好的这个普通对象，然后右键单击在选择的对象上右键单击，创建一个群组或组件都可以。创建好以后呢，选择这个组，然后再去设置炸开模型的快捷键，输入炸开2个字，就可以看到出现了炸开模型。我们输入 Alt 加 X， 单击加号。好，我们再去设置下一个我们输入一个 X 输入大写的 X。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X 光透视，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呢输入一个 X， 单击加号。好，那么后边的快捷键呢，我就不再一一进行一个演示，大家可以自己进行一个设置。好，那我这里边呢单击好就可以完成这套快捷键的设置。那么设置完这套快捷键以后呢，那您可能会有2台电脑，另外一台电脑是不是要重新设置呢？其实不需要，我们可以在窗口菜单找到系统设置，快捷方式这里呢可以看到有一个导入和导出，我们将设置好的快捷键呢单击导出。比如说我们导出到桌面，然后我们选择桌面的这个路径然后我们就可以保存到桌面。那么这个名称我们可以自己去设置，比如说这个是2022的一个系统设置我们输入一个2022，可以看到它保存的类型是一个 DAT 的格式。在单击导出之前要注意选项这里单击一下，我们将文件的位置不勾选，然后单击好，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导出。那么这时候呢，它就可以保存到桌面。我们可以在桌面上可以看到有一个2022的系统设置 DAT， 这个就是快捷键文件。那么我们在这里边，在其他电脑里边就可以通过导入，然后将我们
导出的这个快捷键文件呢导入进自己的电脑，这样呢就不需要每一次都去设置快捷键。但是这个导入快捷键呢，也是建议大家在相同的版本号之间进行一个导入导出，这样呢它的成功率是比较高的。如果您用不同的版本进行一个导入导出快捷键，可能有一些键位呢就不能进行一个识别。当然 ，DAT 这种快捷键的导入导出呢，容易引起部分快捷键位的一个丢失。如果您想避免这个问题呢，也可以考虑使用注册表的形式去导入导出快捷键。那我们在后边的课程当中呢，也会陆陆续续开始去使用快捷键。那么在设置快捷键的时候，如果发现有一些键位找不到，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或者是邮箱与我取得联系。好，那做好这样的一些事情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将自己优化设置好的这个界面设置成一个模板。我们只要在文件菜单下边找到下边的另存为模板这个选项，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边命名。我们可以在这里边写上自己的名称，比如说写上您自己的名字，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这个常用模板。那么说明呢，我们不用写。那么在这里单击以后呢，文件名它就会自动出现。说明我们也可以写上自己的一些其他的这个说明也没有关系。那这时候呢，我们再单击保存。这时候呢，我们自己优化设置好的这样的一个界面呢，就会保存成我们的这个模板。每次打开呢，就会打开这个模板。只是这里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设置这个模板之前，整个绘图区呢要是非常干净的状态啊，我们是建议大家在这里新建文件菜单下边的新建一个新的 SketchUp， 或者我们回到桌面啊，重新打开一个新的 SketchUp， 然后检查样式面板里边的编辑子面板是不是将这些选项呢都关闭了，然后我们是不是在模型信息这里将这些多余的对象呢都清除了，单击清除未使用项。那这样呢就是一个非常干净的状态啊。调整好以后啊，然后我们也可以调整我们的这个位置啊，然后放大一点或者是缩小一点，调整好。然后我们最后呢再去给它另存为模板。那这样的话呢，就不容易出这个问题。好，那我们设置好以后呢，就单击保存啊，少校SketchUp 模板。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新制作好的一个模板。那么我们将 SketchUp 关闭，下次我们在打开 SketchUp 的时候，它就会直接加载这个模板。打开 SketchUp 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文件这个模板这里呢出现了少校常用模板啊 ，SketchUp 少校模板。那么它就会变成一个默认的模板排在前面啊。我们单击，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会打开这个模板。打开以后呢，我们可以在风格样式面板里边检查一下，那么可以看到只开启了边线，那这样呢就是正常加载的。那有时候我们发现做好的模板呢并不正确，我们想删掉或者修改，又如何操作呢？只要在窗口菜单找到系统设置，然后我们在下边可以看到有一个模板。那首先的话呢，我们将这个模板呢进行一个切换回前面的建筑毫米的这个模板，然后单击好。然后呢，我们在窗口菜单找到系统设置，然后这时候呢，您可以看到这个模板呢，它就会自动变成建筑毫米的这个模板。那么我们刚刚制作好的 SketchUp 少校的模板呢，我们同样是在这里边可以看到的，在这里啊。那我们如何对这个模板进行一个删除呢？我们只要找到文件选项以后呢，我们在右边区域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模板，我们单击后边的文件夹打开。那么这时候呢，就可以看到我们制作好的 SketchUp 少校模板呢，它是存放到这个路径下。那我们要将这个模板直接进行一个删除，就可以将我们制作好的模板呢进行删除。如果不想删除，我们直接修改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双击这个文件啊，打开以后进行一个修改。好，这里呢我给它进行一个删除，关闭这个文件夹，然后呢关闭，然后我们关掉 SketchUp， 回到桌面，我们再次打开 SketchUp。那我们在欢迎界面里边可以看到就不会再出现这个模板了。好，那可以看到它就又切换回最开始的建筑毫米的这个模板。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如何去设置我们的一个模板。那以上便是我们本节要讲的内容。
我是少校，这里是中国成都，祝大家开心快乐，过好每一天。